資產課不說的秘密，房貸負擔率已經連2季下修了。那為什麼你覺得你還是買不起？先說結論，房貸負擔率這個指標下修的原因，不是因為大家變有錢你變有錢，而是因為你的房子變小了。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高雄輕軌是嫌惡設施嗎？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現在有更好買房嗎？這次我們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數字都在下降，房價沒變便宜。6都負擔率曝買房更絕望的原因。那內容是這樣，就內政部指出，全國房貸負擔率降到 43.12%， 比上季再下降 1.41%。本季6都房貸負擔率也都明顯下滑。那各縣市的我就不念了，我們直接看表。來，你看我框起來的地方，就是各縣市的房貸負擔率都下降了，除了澎湖以外，澎湖還上升 0.71%。這個澎湖這種離島地區他們有一個現象，就是交易的數量很少，所以偶爾久久才一件買賣那就是它樣本很少啦，然後很容易會出現那種極端的波動这樣所以我們就先不討論。所以我們來光看數字的话，很容易會得到一個結論，叫做大家買房子的壓力都變小了，对不對然後那個政府就說你看這個施政有成，信用管制有成真的嗎？你真的這樣認為嗎？來，我跟你講這就是只看數字，然後你去做決策很危險的地方。我們在之前有一支影片就講了，現在大家都買小宅嘛，為什麼因為大家買不起啊，就這樣啊。好，那買小宅也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你買的總價比較低一點我舉個例子你就明白了。例如說你把預算給它捏到爆只能買到2000萬的房子，在以前一坪50萬的时候，這筆錢可以讓你買到40坪正三房但是現在房價一坪給它跳到65，那你就只能買30坪嘛，然後就會變成小三房或2+1嘛。這時候就會出現一個弔詭的現象因為你能買的坪數下修了那乘起來的總價可能反而會比原本的2000萬預算還要略低一點點。例如說1950萬或1900萬，那你有撿到便宜嗎？沒有嘛，還不是就為了遷就那個預算的天花板那就被迫犧牲的結果就是這樣。所以你本來是貸款2000萬的實力那現在只需要跟銀行貸款1900萬加你的自備啦，加一下是1900，所以你的房貸負擔率怎麼樣？降低了那你說這個是不是叫做購屋壓力下降？好像是這樣，好像有道理財務上你的壓力是降低了，但實際上你的生活壓力是上升的，因為本來你是買3房需求嘛，然後現在只能勉強先住到2+1嘛，之後再看看。所以你要知道接下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那我們就來討論說，如果這件事情繼續發酵會發生什麼事情。來，第一個，政府覺得自己英明神武因為媒體會繼續下標題寫說房貸負擔率連幾季下滑了，購屋壓力減輕怎樣又怎樣的，然後政府就會出來宣示說這個打房已見成效，不是初見成效，已見成效就這樣。那但是你去買房子的時候，你的體感會我靠，怎麼還是那麼貴，然後看起来又变小了越買越偏。來，第二個就是交易量比價格先出事。我們剛才講的例子願意從3房的標準降到2+1的還是少數，更多的是怎樣？哇，那就買不到3房嘛，那我就再等等看說不定之后還有，然後就變成说願意買房的人变少了溢價空間會變大，但成交的時間會拉得非常的長。如果這個狀態持續2年3年那這個交易量會長期維持在低檔，房價不一定會大跌但是會出現更多那種個案零星的修正，像是同一個社區撐得住的人就繼續賣這個價格，他沒差，那撐不住的人就只能降價去賣，所以實價登錄落差上下限會變得很大，超級大。最後你要知道，你該繼續堅持置產嗎？最後我們來講，如果這條路繼續往下走，它的終局會是什麼終局就是蛋黃區的房子依舊堅挺，甚至持續創新高，但是蛋白區或蛋殼區的房子量縮價跌也就是說，過往我們爸媽那種就隨便買個房子然後抱個10年20年就漲得不要不要的好幾倍那種美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版本都不一樣。
未來除了你買在蛋黃區還要再買在蛋黃區有潛力的地方比方說即使它是蛋黃還是有重大建設，你才能夠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我們現在講的不是風光大勝，我們現在講的是不敗先不要輸先不要出事不要翻車比較重要那我也推薦你來買我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那我就給你看我功課是怎麼做的。如果你要自產高雄的話，歡迎直接來抄我的作業那我個人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說房市不會因為負擔率下降然後怎樣，然後變成說房地產從此沒有人在意從此不會有人青睞，沒有它還是很穩健的防禦性的資產嘛，只是你會需要更多專業跟更多耐心。那對有能力做功課然後看得懂區域發展願意長期持有的人來說這是好事情為什麼？因為投機的人會被趕出去，那剩下的都是有自產實力的人，就是能持有很久了那簡單的說，就是以前的房市在簡單模式你隨便買你閉着眼睛買都可以打的不要都可以嘎嘎亂殺。那現在已經進入困難模式了，然後甚至在第7波信用管制下，現在要地獄副本你要做一點功課要看一點攻略，只要認真一點還是可以有機會自產到一間很棒的房子。而且不要忘了在困難模式下那個怪物掉的經驗噴的裝會比較多，這個就很令人期待了。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講的房貸負擔率下修卻沒有真正讓購屋族更輕鬆的這件事情，那我為你分析了為什麼數據上它是看似減輕，實際上就是因為買房坪數變小，總價稍微下修所造成的現象。那未來也可能出現交易量萎縮、個案價格落差擴大的狀況。結論是，房地產已從簡單模式轉換為困難模式，現在自產的難度都增加了但只要你有用心做功課你挑選到很具潛力的蛋黃區還是可以在市場中去獲得不錯的成績，就真的那你看我們都在蛋黃區那賺不是最多，可是穩健到爆現在一堆重大建設圍繞着我們自產的那邊通通在蓋就這樣。那等它蓋好以後就會变得相當厲害嘛，這個就是白話講叫做醜小鴨變天鵝嘛。那你去看蛋黃區哪只醜小鴨就這樣。最後我想問你，現在的房貸負擔率 43%， 那你認為最後會降到幾趴我覺得降到 40% 就很勉強了，比 35% 吧太低不太現實，C 直接跌破 30%， 房子根本就沒有人要。对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自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自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自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
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哦，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那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哦，有74%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啊，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那10萬有什麼好處哦？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哎，對，按了嗎？哦，按了哦，好哦，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哦，講八卦，就是政府現在哦放出的房貸負擔率下降的這個消息，建商也會幫忙宣傳嘛？為什麼？因為這數據怎麼樣？聽起來不像崩盤哦，它不是崩盤的指標嘛，房貸負擔率下修嘛，所以能夠穩住預售的買氣。然後再來就是說，官員們啊，真的就比較被民眾詬病，就是哦，就要自己去市場撞到才會發現，前央行總裁哦，彭漢良彭先生啊，就住大安區那邊散步，那看什麼一坪300萬，怎麼可以這樣哦？啊，奇怪，那個房價在一坪100萬哦，120、130、150、170、210、230的時候，他都沒看到啊，所以他不覺得這個，他不是說不覺得，他就是不知道嘛，哦，或者人家遞上來的報告就是給他講說，房貸的負擔率下修，然後信用管制已見成效，好，所以決策上就是變成這樣嘛，哦，要是這些那個官員們哦，制定政策的官員們哦，可以，比方說像我們一般民眾，那就撥個周末一天，直接看5、6、7、8間房子，然後看完以後，你再看看它施政上會不會做調整，看數字來做決策，就很容易會出現這種失真的現象。哦，然後我想這個就是公務體系嘛。我現在沒有要酸公務體系啊，還是怎麼樣哦？就是如果我今天在公務體系裡面做報告，然後我的大主管陰晴不定的話，我為了做一個報告讓它好看，避免我自己被罵，我也會遞這種報告啊，對吧？你不要說是我，你也會這樣啊。哦，就是反正房貸負擔下修是政府現在想要急切迫切想要看到的結果，那我就找嘛，我就找資料看怎樣能夠弄一個讓老闆看了會開心的東西，然後就遞上去，都這樣，每間公司都這樣了哦。好，那我們就要祈禱一件事情，就是那個老闆做決策不要越做越歪，因為他現在他參考的東西都已經被粉飾過哦。總之就是這樣。然後一樣哦，這個蛋黃區哦，我個人認為說我的發言是高雄哦，不是說台北哦。我個人認為說蛋黃區啦，你看我台北市的正蛋黃區高樓層3房有景觀平面車位，這個也是，這就不是給年輕人買的東西啊。哦，那以高雄蛋黃區來說，還可以哦，真的還可以。而且你去盤點那個重大建設或重大民間投資，重大民間投資講的是，比方說蓋一個百貨公司哦，這種的集中在蛋黃區啊。哦，所以高雄未來會怎麼樣我不知道，10年20年後會怎樣我不知道。但是我個人看起來，高雄你能上車，你還是趕快上車。難道你要等富邦凹子底 BOT 啊，那個漢神3館落成以後，然後它有水族館、百貨公司、溜冰場，還有商辦40幾樓的商辦，然後還有旅館，全部擠在一塊土地裡面。你要等它落成以後，然後你才要去買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所以高雄還可以啊。然後高雄哪有人在看什麼？真的在看那個新聞，在房價負擔率沒有啦，就是去看房子。看，然後覺得喜歡，家人也同意，那 OK 就買了哦，大概就是這樣。高雄雖然買房已經也不是像以前那麼輕鬆的事，那很扯那個富邦凹子里 BOT 那附近的房子，我以前去看過那個20幾要啦10幾的話，屋況可能找得到，屋況比較差的找得到。你看現在都開多少都開翻倍，那更遑論那些一開出來的預售案那個在我看起來都很變態，都很恐怖總之就是這樣。我們就是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去找一個對自己最有利的一個做法嘛比方說你現在就是要去打一個王然後這一場戰鬥不會打幾分鐘而已，這場戰鬥一打5年那5年你要盤點的裝備啊，你要攜帶的道具啊，那你血包要帶夠啊就是那個繳貸款你自己就會盤點一下，那 OK 然後我們就去自產自產這5年到底在等什麼？等2個東西嘛，第一個是房地合一 2.0 然後第二個是等重大建設等重大建設，一個重大建設在起造。我現在講的重大建設沒有要到什麼高速公路，像國道7號這種，也沒有要到什麼捷運黃線那種貫穿10幾年也沒有到高雄車站20年這種東西，就是一個民間重大投資啦真的從動工然後到落成到熱鬧真的到熱鬧起來它不是說一落成隔天立刻爆棚，並沒有這樣。台積電臨時宣布在楠梓，這個才會爆棚。
我要表達的事情是，百貨公司不會一開就超熱鬧了哦，他會造勢，然後會幹嘛？然後大概穩定1-2年以後，在裡面工作上班的人，然後在附近的人覺得說，附近自產，1-2年後需求才能跑出來，5年真的是一個政府幫我們抓出來一個非常漂亮的，因為施工大概3年哦，然後2年讓它發酵，就這樣啊。所以我很習慣的做法是，那我就去找一個重大建設，倒推5年哦，倒推5年就這樣。啊，題外話講一下重大建設你也是要分辨的，而不是說只要是個民間重大投資我們就上了像這個月我現在錄這支影片12月好，12月月底光榮碼頭，高雄光榮碼頭就海鷹中心嘛，海鷹中心旁邊的光榮碼頭要怎樣？它的珊瑚館的商場Focus 13要試營運了，這個我有拍會員影片直接到現場去拍，那你可以看這個對附近房價會有劇烈的拉抬跟幫助嘛去看我的會員片，裡面都有講覺得我不能直接在那邊講，這樣講就對有買会員的人不公平嘛就是我會做這種分析也會告訴你這個大概要怎麼判斷但是很顯然就有那種格局上完全不一樣的重大建設或民間重大投資，那我們就圍繞那個做就可以了，這都是坑這個事物的成本極高你自產錯了，你看你更換的代價極高所以大概就這樣吧。什麼房價負擔率，我說真的，我們都沒有什麼在理這個東西，我們還是去看房子，看重大建設為主軸給你參考。